记录百万时光，我是头羊腿，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云战锤。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的这两款来自不同军团的药剂师兄弟啊。这两款玩具呢，都是出自于暗源战锤赫鲁斯之乱，也就是说战锤 30K 的这样一个产品线里面。身高方面的话呢，是匹配了这一系列兵线的这样一个造型，素体呢也是用了一些非常多的这个新规零件，个人觉得呢，算是在新品里面比较有特色的这样一对造型件了。因为本身呢，药剂师的这样一个产品或者说玩具人形呢，在我的这个战锤系列的收藏里面并不常见，所以说呢，这次的这两个军团，我们就在镜头面前好好的去把玩一下啊。首先包装盒方面呢，其实跟之前的包装盒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且两者的这个配置呢，可以说是几乎相同唯一的改观呢是这一次的这个圆片片，它不再是放在这个吸塑包装的外面，而是直接镶嵌在了吸塑包装的这个底端这一点呢，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改观吧然后呢，配件方面，两者呢其实都是背包，然后在这是他们的专属动力键其实不是动力键就是这个链锯键。所配的手型呢，因为另外一只手型都是这边带着这个切骨锯还有专门的这个基因种子采集器的所以说是固定造型。然后它的右手部分呢有握枪手型和传统的这个握拳手型反正配置呢都是一样的，我们就直接来看实物表现。首先，两者的动力甲在肩甲的这个设置方面呢是几乎是相同的，但是造型方面你可以看到明显的地拳这边会更加的密集一些，然后赫鲁斯之子这边它的这个铆钉呢就更加稀疏一些。然后另外一侧呢，两者呢都采取了不同的这个双螺旋的这个结构，中间呢都是双螺旋这样一个 logo 呢作为这个药剂师的这样一个标志，然后赫鲁斯之子两边是麦穗或者说勇气之冠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这边的这个帝国之拳则是两边黑色的羽翼的这样一个感觉。看到背后的这个动力背包，两者的这个造型呢也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呢给暗源一个好评那这边帝国之拳甚至在这个小小的位置还有印刷了一个他自己军团的这个 logo这边的这个两者的这个储藏罐的这个部分呢也都是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造型，包括上方的这个鸟补仪一边呢是非常简单的这个造型，另外一边呢则是很有 30K 这个时代的，一边是探照灯，另外一边是红绿两色的这个鸟补仪都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旋转。其他方面的话呢，其实说实话素体呢是非常之接近的，然后逻辑呢也是差不多的，包括两侧的这个他们的左臂的零件呢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模具只不过它的涂装呢是有所不同，而且呢都在这个切骨的这个链锯上面做出了一定的血迹涂装，而且两者呢同时也都在自己的这个裙摆上面也做出了血迹的涂装。那问题就来了，你做出了血迹的涂装之后，身上却是显得无比的干净，无论是这边的地拳还是这边的赫鲁斯之子身上其他地方呢除了这个锯子还有这个裙摆就看不到任何血色沾染的这个部分这样一点呢是明显稍微有些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呢真的是稍微有些可惜。那我们就一只一只来看一下它身上的这个细节和造型这个链锯剑呢跟 30K 其他兄弟的这个链锯剑呢还是有所不同的，在护手部分呢有做这个加宽的处理，然后在剑身的部分呢则做出了一些比较纤细化的这个处理，看起来还是比较别致的。那放下他手上的这个链锯剑，你就可以看到他身上的装备除了这个药剂师的这一些管路这样管线之外，还是装备了一些这个用来攻击和近战的武器的比如说这边的破片手雷一些装备包背后的这样还有一把爆弹枪直接憋在自己背后。反正它是可以打远程也可以打近战的这样一个角色。可动性方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首先这个头雕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猪鼻子的这个头盔，然后再加上一边的这个鸟补仪的设计，反正这种不对称设计看起来就是很有侵略性。头雕呢抬头低头左右晃头呢都是非常 OK 的。然后手臂的平台呢，因为这边是新规的这个零件，我们这个肩甲可以做出一定程度的外延可动，然后再加上这边的这个平台90度没有
有任何问题。那这边的拉伸关节呢，也是直接可以拉出90度啊，完全翻过来，而且紧实程度，这次的这个素体的紧实程度，我觉得是非常 OK。胸腰关节的话呢，挺胸幅度呢大概这么一格，差不多30度不到的水平，弯腰幅度呢大概是这个样子，左右侧腰的幅度呢都还是比较灵活的，所以说呢，做出这种劈砍啊。然后呢，挥剑的这个姿势呢，虽然作为这个药剂师，但是呢，在战场上的这个作战依旧是可以做出那种虎虎生威的这样一个动作，没有问题。脚部的这个可动呢，虽然这边有这个小裙摆，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干涉。帝国之拳碍于这个造型的问题啊，你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旋转，这个脚才能踢到差不多90度。双段关节的这个屈膝，但是也只能做到90度这样的程度，稍微有些欠佳。同时呢，几个背包的这个挂载点的位置，球形关节我觉得整个球做的有点小了比较容易碰掉，大家把玩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别被地板精灵给吃掉了。脚部的这个接地左右幅度呢是非常大的，包括前脚尖的这个可动，还有这个前后的这个活动度，可动性方面我觉得是大差不差的一款，而且紧实程度尚可。身高方面，待会儿我们来做一个横向对比。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这边的荷鲁斯之子。荷鲁斯之子呢，我相信大部分如果说2选1的话呢，应该会选这一款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的这个核子线出的这个兵种也是比较多的，如果想成军的朋友的话，或者说想一样就是各种兵种一样来一支的朋友的话呢，这款玩具肯定是不会错过了。再加之呢，它的这个头盔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鸟嘴型的这个头盔，个人觉得看起来还是比较帅气的。身上呢罩袍呢从上穿到下也是非常洗练的，但是唯一的遗憾呢就是整个造型有点过于干净了无论是这个细节的呈现度呢是比较少只有这个双螺旋放在这个腿上，其他部分呢就是清一色的非常干练的这样一个盔甲。那身上呢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个细节，但是你既然在这个骨距这个地方，包括这个前裙甲这个地方呢，做出了这个血液喷溅的效果，那不妨身上呢再多来一点点不需要你弄得很脏，但是呢你至少在这种边缘呢多来一点这个血迹，才能在整个造型上让人觉得有一定的这个说服力。可动性方面的话呢，在髋关节上面，我觉得荷鲁斯之子这一款的可动性呢是优于帝国之拳的，其余的部分呢则是就是两者呢属于同一水平，只不过说这边的这个荷鲁斯之子在这个鸟补仪的旋转上面会做出更多的这个可动一些。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两个套装考虑到这个早鸟价的这个售价以及兵种的稀缺性，如果10分满分的话呢，我会给到一个7.5分的这个分数，确实是及格线以上，而且呢作为这个30K 的产品线里面也算是素质比较高的一款，不会说虽然没有高到这个钢铁勇士的那个边线的程度但是呢确实本身的素质也还不错。那说到钢铁勇士呢，我们直接拿出钢铁勇士的兵线做一下身高上的对比。那马克3型的动力甲在天生方面就会显得比较敦实，三者的这个身高呢，我觉得也算是在这个荷鲁斯之段这个产品线里面比较合适的没有说谁会突然高出一截的这样一个程度。但是如果说你拿出 2.0 或者说 3.0 的这样一个常规的极限战士的40K 的产品来说的话呢，三者之间你会发现极限战士这边还是会稍微矮上一截这一点呢确实是有点难崩那毕竟是一个原著的星际战士，那不应该比原著化之前的这个角色矮，但是暗源官方这一点呢他就是不去改了。后续的话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亚马逊还是 Prime 限定版的这个4人组的星际战士，包括桂冠版的这个泰图斯，它的大小呢是从游戏版收缩回了正常的这个产品线。我也很期待那款玩具的这个到底大小比例到底如何跟30K 站在一起到底是怎么样的，跟40K 站在一起又是如何的这样一个比例，我们就拭目以待。那就在下期或者说下期的这个节目里面再跟大家去做后续的这个分享吧。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觉得这一套药剂师的话呢，两者选其一，我推荐荷鲁斯之子，但是本身呢帝国之拳的整个素质呢也都是不错，看各自朋友们的这个成军的需求，还有各自的这个演员了。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Toy Hunter，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